肖战。我理解。哎呀，你们偶像巨星还吃东西吗？哇，好客气，还握一下裤腿儿。哎，要是我访谈你的时候，被你粉丝骂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播出了之后，你粉丝说你怎么对肖战这么不客气了？你会做什么回应？没有，我觉得薇薇姐的风格其实就是一个很犀利的风格。既然我决定要来上这个节目，我就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。我们上一次刚进这个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圈子红和不红待遇差那么远。你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吗？其实有，我觉得不只是我，觉得除非你就是一炮而红，就是那种真的是前面没有一个铺垫一炮而红。但凡是有沉淀的，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，我觉得都会经历这一步。可能我男生，但我是觉得还挺正常的。我之前也会自己打滴滴啊，然后去工作，就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吧。就没有心酸过，就没有觉得说啊，天哪，我过得好苦啊。这有啥好心酸的？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太好高骛远了。我说没事，你不用怕得罪我，你不用怕得罪我。就我说我的话，我当时的心态其实也就这样啊。我当时自己心态摆的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不会去看这么高的东西。看这么高的东西只会给自己添堵，没必要。所以就是你其实即便是当年事业就是说处于一个低谷期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特别的去看过。没有比如你好比说我们，哎呦，这个有点残忍啊，就是没事，人生就是很残忍，说出来会怎么样？但是我是觉得当时比如说，在那个低谷期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收入，但是我的性格呢就是不太想用家里的钱了，因为当时我已经毕业了嘛。就用自己实习的时候的一些小金库，然后就过得还挺节制的那段时间，在北京就是没有什么娱乐生活，因为没有东西来支撑我去娱乐生活，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就挺节制的，在家里宅着，然后每天跑步，挺退休生活的那段时间。就是因为干了这一行。其实如果你要问我之前的想法，就是刚进入这个圈子是为了什么？我真的是想让别人可以看到我。然后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，想要有更多的选择权。就是你对未来的规划也是以这个目标进行展开的，是吗？就是我要想演的片子，我起码有机会去争取，而不至于人家说，哎，肖战是谁啊？就可能说啊，肖战。你会就是长期的想要在就是演艺圈走下去是吗？就是你会长期在演艺圈走下去的话，你会想成为刘德华那样的人吗？终身偶像，他是终身偶像。其实我才进这个圈子的时候，就有朋友跟我说过，华哥他应该是每一位 idol 的一个标杆了。非常自律自省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他们跟我说的就是，感觉他已经其实把自己的生活都自律的，就是感觉很完美的这样一个人，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人。但是我很害怕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，就是你又向往那种完美无缺，但内心又隐隐害怕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。因为我觉得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我觉得有人会接近完美啊，对，会接近完美，但是我觉得相信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小遗憾吧，但我觉得这样才是更加的可。